爹，你赌势再强，还不是横死街头？我不会再步你的后尘。我们这儿的骨灰盒有1万的、5000的、2000的，你要哪种？有没有便宜点500。再便宜一点的呢？穷逼！这个不要钱，赶紧拿走。一刀穷，一刀富，还有一刀不归路。石天成，你可真是个废物，连一个好一点的骨灰盒你都买不起。谁说他买不起？给他一个10万的骨灰盒，再给他一块风水墓位，要最好的，100万级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你是？你父亲救过我的命，我来送他最后一程。谢谢。你若无处可去，便跟我走吧。你们买的这些，一块好料子都没有，怎么搞的？哎呦，吴老，你可是咱们玉坊首席监狱师，年薪1000万，这些小辈哪能和您相比呀？您消消气。冰种翡翠，胡仓竟然没有发现。石天成，你一个臭扫地的，那些原石是你能碰的吗？吴老都说这些是垃圾了，还放进疾病筐里。哼，废物！要不是小姐出去护着，我早就把你轰出狱坊了。你，好的，小姐。小姐找你，马上跟我过去。选下出绿色，有龙就有水，这才是有玉。我老眼昏花，差点看错了。难道不可能？石天成只是个清洁工，哪会赌石？切！小姐，转过来。高总，我刚才高总，您这是？豪门四海，成见如山。我爸要我嫁给秦家那个花花大少，我不想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一个变态纨绔，我只想为自己活一次。
怕就1碗也够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负责的。You're gonna be shameless, and I'll be shameless. Waiting for haters, was waiting of themselves.天成，你我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这里有1000万，你离开江城吧。1000万？既然你已经是我石天成的女人，那我怎会将你拱手让出？这事我护你。高小姐，天成，你还没走？我是玉玉坊的人，我怎么能走呢？我家小姐今天对付秦大少，你一个臭扫地的在这里干什么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天成，立刻离开玉玉坊，离开江城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高小姐，我来娶你了。秦少，虽然我父亲让我嫁给你，但是我高家这几百年来做的都是玉石生意，想要做我的夫婿，得在赌石方面有相当的实力。当着这么多名流贵客的面，你可敢与我赌石？既然高小姐有如此雅兴，那本少不介意陪你好好玩玩呀。但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得乖乖的跟我回家做我的女人，怎么样？好，那我倒要看看秦少能不能打败我请来的这3位高人。林霄林老，赌石50年，在2省13地堪称宗师。周洪周老，出身百年赌石世家，哈岗地区第1人。吴苍吴老，纵横江湖40余载，开出帝王率不下100块。这是江城玉石协会提供的3块老坑原石，鉴定难度极高，无数高手都无法分辨。你我各派人鉴定，更准者胜。3局全胜，你才能娶我家小姐。3局全胜，你才能娶我家小姐。过3关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不过高玉，你以为你找过来这3个老废物就可以吓得住我？你以为我秦泽就请不到高手吗？这戴眼罩的老头是谁？看这架势不简单呐！莫不是哪个隐世的赌石高手？能面对3位高手，如此有恃无恐，说不定也是个高手啊！不知尊驾如何称呼？师承何派啊？老夫姓罗，外号鬼眼。我的天哪，竟然是鬼眼罗！他可是赌石4派中的剑文高手啊！这可是赌石界的传奇人物呀！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这鬼眼之名如雷贯耳，今天才见到真人呢。有他出面，秦大少这局稳了。秦泽居然请来了剑文派的高手，鬼眼罗。小姐，这下可麻烦了，怎么办啊？冷静，我们要相信林老。鬼眼前辈，今天您就大展神威，把这3个所谓的高手通通击败，要让他们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
什么宗师世家，都是狗屁。况且我还等着把这江城第一美人给她娶回家呢。我发誓不赌石，但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还算什么男人？臭鱼烂虾也配称高手？他们只不过是在赌石界混了几年而已，靠着一点运气，博取点虚名罢了。在我鬼眼之下，他们那点本事，犹如匹夫一样可笑。鬼眼罗，人人都说这天下赌石，只有见闻、透石、切脉、灵觉四派传人才算是高手，但我凌霄偏不信这个邪。是你先，还是我先？井底之蛙岂会知晓井外天高海阔？你若有胆，敢不敢增加赌注？加什么？我生来独眼，最不喜赌石之人长有双眼。老夫若是胜了，就挖掉你一只眼睛。好，我就和你赌一只眼。哼！这块原石的鉴定难度极高，但我凌霄认为此石有玉，最少是个兵种。鬼眼，现在到你了。原来这鬼眼罗水平一般，只是剑门派第一种境界，关皮。什么狗屁宗师！这石头就没玉，连大理石都不如，就像你一样，屁都不是。你胡说！这块原石粗表细底，质地坚硬，这就是纯正的莫西沙表象，怎么可能没有玉？从赌石的常规判断来说，这块石头切掌那是一定的。鬼眼罗，你这结论太过草率了。看来所谓的天下赌石四派，也不过如此。一群井底之蛙，不配听老夫讲解。少废话，开始。这不可能啊！难道我看走眼了？这明明有色带呀！小姐，林老输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林老的判断怎么会出错？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！神仙难断寸玉，没想到林老竟然……哎，看到了吗？你们这群不自量力的老匹夫们，在鬼眼前辈面前，都是一群蝼蚁。今日能见到老夫出手，是你们三生有幸。这按照赌约，李潇得挖掉一只眼呐。啊！我的眼睛啊！行了，把这个姓李的给我扔出去！我的眼睛！所以我说，高小姐，我劝你早点洗香香，等着本少今晚跟你一块入洞房。七泽，你太放肆了！要赌石，我和你赌。你哪懂赌石？快给我站一边去！
秦少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是第一局，我还有周红和吴苍2位前辈，这赌局才刚刚开始。没错，连赢3局才算你赢，我家小姐还没输呢。别以为才赢1局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这个牙尖嘴利的小妮子，今天晚上本少把你和你家小姐都给办了。大庭广众，污言秽语，谁不知道你秦大少荒淫无度？今天我周红就是拼上老命，也绝不能让高小姐嫁给你这样的无耻之徒。不就是打上一只眼睛吗？韦彦罗，这局我来要你鬼眼！这石头着实古怪，皮质表面说不上来的奇特呀，一会儿有玉的迹象，一会儿又感觉扑朔迷离，实在令人难以琢磨呀。是啊，我瞧着它的质地，有点像藏着玻璃种，又感觉像玛瑙，这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？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这石头太诡异了，纹理总是杂乱无章，有指甲纹，还有各种裂纹，实在是看不明白。我在赌石圈也算见多识广，遇到这样的石头，我也是没了主意啊。不言前辈，这石头，看这种石头，老夫让他先看又如何？定然是他。朱前辈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怎么，看了这么久，还没把握？水走坡，色趴窝，皮薄物厚，这是块冰中翡翠的料子。开始。一目知千年，一眼定乾坤。乾坤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我输了。天哪，这真是冰中翡翠！水走坡，色趴窝，我要赶紧记下来。这高小姐啊，连败2场啊，真是可惜了。一朵鲜花，马上就要被蹂躏成残花败柳了。来人！把他眼睛给我挖！不必了，我自己来。快把周老送去医院！高小姐，我看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你已经连输2场了，这第3场必输无疑。而且呀，其实我很能干的，我保证等过了今晚，会让你茶不思饭不想，天天只想着跟你夜夜笙歌。以前我只觉得赌石害人，但现在赌石却可以救人。看来我今天必须破解。玉坊还有老夫，秦大少，你还没有赢。3大高手，就剩下你这个死老头了。这样吧，最后1局我要加注，如果你也输了的话，整个玉坊都归我秦家所有。秦大少，今日老夫让你见识下何为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吴老果然厉害，都不用打灯就能赌石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！这块石头里面有帝王绿。不对，吴老看错了。高小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要是走了，
你便要嫁给秦泽那混蛋，我怎么舍得？我们家小姐还没输呢，你个乌鸦嘴胡说什么呢？我也会赌石，我可以保护你。吴老看错了，那不是帝王绿。石天成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吴老可是我们玉玉坊的泰山北斗，你一个扫地抹桌的废物，竟敢质疑他的判断！天成，这赌石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这豪门的恩怨也不是你能参与的，你还是快走吧。高小姐，你相信我，她真的看错了。废物！我们家小姐当初收留你在玉玉坊，是我们家小姐心善可怜你，还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，真是轮不到你说话。吴灿，你老了，老到老眼昏花，竟把这糯种翡翠看成帝王绿。今日若是能开出帝王绿，我就把这只好眼给挖了，从此后退出赌石界，再不踏入。那就试试。来人，开始炼狱。怎么会是这样？天哪，居然不是帝王绿，是糯种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连吴老都输了，高小姐连败3局啊！是高小姐，我早就说过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呐！我输了。哎呀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别说你今天请过来3位赌石高手，你哪怕找来10位、100位，也不是我们鬼眼前辈的对手。现在，现场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你。怎么，还心存幻想呢？哎，你觉得在这群废物当中，还有谁能跟鬼眼前辈相提并论的吗？你敢不敢跟鬼眼前辈再赌一次？输掉的话，可是要刮掉一只眼。不敢。那你呢？敢不敢英雄救美啊？不敢，我不敢。看到了吗？都是一群废物！我敢！我敢！小子，你又是什么来头啊？我是玉玉坊的清洁工。清洁工？这废物的脑袋是被门给夹了吗？就凭你，也敢跟鬼眼前辈一较高下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老夫可没工夫和这无名小卒浪费时间。你这清洁工想出名想疯了吗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敢挑战鬼眼罗前辈，真是笑死！这种人呐，就是想博眼球的，说不定啊，就是故意来捣乱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！区区一个清洁工也敢站出来，真是不知所谓啊！天成，你玉儿，我曾发誓绝不赌石，但今天我绝不将你和玉玉坊拱手让人。鬼眼罗，你是赌石界公认的世外高人，剑门派的超级高手，难道你会怕？你以为激将法对老夫有用？这不是激将法。当然，你可以拒绝，但以后江湖上讨论起来，你鬼眼罗在玉玉坊面对一个清洁工的挑战，竟然善不出战，恐怕是个天大的事。哼，小子，既然你哭着喊着要自寻死路，那老夫就陪你玩一把。不过丑话要说在前面，你要是输了，可要挖掉一只眼睛喽。可以，但是架住，我要和你赌一只手。你个臭扫地的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也敢跟老子赌一只手？你放什么东西？你侮辱了我的女人，得要你一只手！他的女人，这怎么能？小姐，难道你跟他？我的事你少打听。哎呀，小姐，
这家伙自寻死路，跑去挑战鬼眼罗。我是担心你还没出嫁就成了寡妇呀。我不会输的，而且我会把你的玉法给赢回来。高玉是我的女人，你个臭扫地的，你敢对老子的女人痴心妄想？莫非秦少这是怕了吗？我怕，老子今天有鬼眼前辈坐镇，还会怕你个臭清洁工？不过，人生来便有高低贵贱之分。老子是秦家大少，而你不过就是一个臭清洁工。你的一只手，比不了老子的一根头发。确实，你是豪门大少，我是平头百姓。你的手好像是比我值钱。那这样，我输了，赔你一条命；输了，就赔我一根手指，如何？天成，你疯了！不要找死！这家伙在我们玉坊不是扫地骂猪，就是混吃等死。现在3大高手都输了，他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天成，我知道你想为我放手一搏，但是这赌石不是单靠勇气就能行的。你还是快走吧，不要再管我了。他要是敢赌，他的手指就没了。好，你拿你的命赌我的手指头，老子就收掉你这条贱命。老子跟你赌！臭扫地！说吧，你想怎么赌？鬼眼罗，你看看这个石头里面有没有玉？这不就是块废料吗？石天成，你疯了吧？这石头一眼望去，皮壳粗糙，毫无松花莽带迹象。但凡懂点赌石的，都知道这里边不可能有玉。小姐，石天成这是诚心想让你输啊！天成，吴老说的对，这明显就是一块废料。但凡有点赌石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出来。你就拿这么一块石头跟鬼眼罗比较啊？小姐，人尚不可貌相，更何况这神仙难断的玉石呢？这清洁工怕是在白日做梦吧？这石头，我们这些玩了多年赌石的人，一眼就能瞧出是废料，毫无价值。鬼眼罗大师力败3大高手，眼光何其毒辣，一眼便能看穿这石头的虚实。这个家伙只会在这丢人现眼。拿块破石头来挑战鬼眼罗大师，简直自不量力。区区一个臭清洁工，还妄想挑战权威，吓到人就是吓到人，连智力都这么吓的。哎呀，小姐，我看他就是想把你往火坑里推，巴不得你输掉比试。秦少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我认输，还请你放过他。你相信我不会输的。别南去该死的鬼！小姐，你就让臭宝鸡去死吧！骂得好！就这种石头，连我都会看。它不过就是满大街随处可见的垃圾石头而已，怎么可能有玉？不，你们都错。哪怕我不用见闻秘术，也能知道这石头里有玉。有玉？这里面有玉？鬼眼前辈，您不会看错了吧？秦少，你该不会是不相信老夫吧？哎，不敢。鬼眼前辈鬼眼神断，哪轮得到我来质疑啊？您说这里边有玉，那就一定有玉。不错，之所以看不到蟒带和松花，那是因为它被黑藓给盖死，显概率必出玉。老夫就算是不用鬼眼，也可以肯定的知道，这里是金丝种翡翠。鬼眼前辈说有玉，那铁定有玉，不愧是业界的传奇，远超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呀！谁敢质疑鬼眼前辈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高手啊，超级高手啊！鬼眼大师神乎其技，镇压全场，绝对的高手啊！鬼眼大师，您说的是丝丝放糖、玉石为王、天下无双的金丝种翡翠？你还不算太废，还知道金丝种是玉石之王。吴桑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妨以后跟着我把这座玉坊都交给你来打理，我保你坐上江城第一剑玉石的位置。
秦少，你还没赢，更何况这诗中也不一定有玉。签诗吧。石天成，你脑子真的被门给夹坏了吗？鬼眼前辈已经说了，这里边有玉，签与不签还有什么区别吗？小姐，你看，他就是想让您输。可是我看这石头，怎么看怎么没玉啊！小姐，你还真相信这个臭扫地的呀？鬼眼龙都说了，这里面有玉。小子，挑战无上权威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权威，在我面前，你也配成权威？我不妨明白告诉你，这块石是我随手在门口的盆栽里拿的。这没关系，不可能！我说有玉就有玉。来人，开始！开始！趁着现在还没开始，赶紧走，快！我要是走了，谁保护你？保护玉玉坊。就算那块石头是你从花盆里边拿的，但是鬼眼楼说有玉就是有玉，没时间了，快走！临阵脱逃可不是我的风格。小姐，你还跟那死人说什么呢？他都已经必死无疑了。今天我就让诸位开开眼，见识一下金丝种翡翠的庐山真面目。这怎么能没有呢？没玉，没有玉，不可能！鬼眼罗前辈刚才明明说有玉。天哪，是我眼睛出问题了吗？竟然没玉！鬼眼大师的眼力向来不会出错，怎么这次真的没玉？这里边真的没玉？怎么会没玉呢？明明是金丝种啊！这块石头特征明显，稍有眼力之人便能看出根本没玉，而你却胡说八道，说里面有玉。现在是谁丢人现眼啊？这局我们赢了。你真的会赌石啊？我说过，这事我护你。哼，不算，这局不算。老夫刚才脱难，没有使用鬼眼，这局不算。哼，这是要耍赖。刚才高玉设局，让本少连过3关，怎么现在你们一把就想定输赢？哪有那么简单？要比也行，你们也得给我比3场。第1场啊，算你们赢。秦少，我们之前可没说好。今天江城各位名流汇聚，你大可以问问在场各位，秦少连赢3局才算赢，你们也得赢3局才公平。好，没错，必须得连赢3局才算。你们，哎呀，谷仓，刚才我没有挖你的眼，怎么？要不你来说说？我也觉得要比3局。胡仓，试问这么多年以来，我高玉可待你不薄吧？小姐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我不过是实话实说。你高小姐，你别以为找过来一个臭扫地的，过来侥幸赢了1场就可以掏出我的手掌心。不就是3局，随时奉陪。好啊，不过第2场你得加注。现在光凭你这一身烂面，我可不接受。这个是我玉玉坊的镇坊之宝，价值3000万，够了吗？不够。好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既然玩，那咱就找点刺激的玩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他高玉当着今天在场所有人的面脱光衣服。你好，但是你要是输了，你也得走。少废话，上原石。第2局就赌这块。这次我先来。鬼眼变玉，开！
价值1000万。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赌他一文不值吧。一文不值？臭扫地的，你现在原形毕露了吧？哼！这原石满地，明显有玉。石天成，你这次输定了。这块原石绿得那么扎眼，铁定是高阳玉，你却大放厥词说一文不值，荒谬至极。我看这小子呀，就是不懂装懂。这么明显的好料子放在眼前视而不见，怕是压根儿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好翡翠吧？上一局只是这臭扫地的运气好，这一次你才是真正的丢人现眼。老夫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，原来不过是个睁眼说瞎话的愣头青。那你始终是扶不上墙。哎，高小姐，你身材这么好，不如让大家就欣赏欣赏。脱吧，哎，记得脱光哦。齐胜，你高兴的太早。是谁要当着江城名人的面脱个精光，不一定。我赌这石中没玉，根本就不值钱。开始。臭扫地的，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鬼眼之下玉石无残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天哪，这又被这臭扫地的猜中了，怎么会没玉呢？刚刚鬼眼罗明明开了鬼眼，用见闻秘术看过的呀。这石头鬼眼前辈都看不穿，这简直邪门透顶。今天这块石头完全颠覆了我对赌石的认知啊！你不是说高阳率1000万吗？玉呢？齐胜，我刚刚明明看。鬼眼罗，你的见闻之术只有第1重的官皮境界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这块原石，它有2层皮革，专门治你们这种半桶水的赌石之人。你也是赌石4派之一，我没有必要告诉你。秦少，还等什么呢？需要我帮你脱？想让本少当众脱衣？你做梦！哟，秦大少这是准备当着所有江城名人的面耍赖？本少就算无赖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好，你能做出1，就能做15。这玉法还是高小姐的，你和高小姐的婚约也立刻作废。你。好，不就是脱衣服吗？本少还怕你不成？既然你们想看，本少今天就让你们看个够！细皮嫩肉啊，8成肾虚吧？还是你的腹肌好看。石天成，你满意了吧？今天老子要给你赌到底。第3局，来！你记住了，这一局你要是再输，要砍1根手指，要砍1根手指。哼！上原石。石天成，这块石头是我秦家深藏100年之石，出自冕部老坑，极难分辨。数10名鉴玉师日夜研究，也分不清里边到底是否有玉。这第3局就赌这块。啊？怎么赌？随便。不然，这一局你可千万不要再给我看错了。秦少放心，这石头的外壳纹理古怪，透着一股
说不出的邪气，看似有狱中极品的征兆，可又隐隐觉得或许是个徒有其表的普通石头，实在难下定论呐。一会儿感觉这里头有稀世美玉，一会儿又觉得它是一块普通石头，我都快被它晃花了眼。按说面部老坑的石头没有这么让人难以琢磨呀，难道是传说中的面部老坑混沌石？小姐，秦家2代家主都看不穿这块石头，史殿城能行吗？他绝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，他有着通天之术。哎，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可以投降，投降输1半。哼，小子，这可是你爹老夫的！哼，见闻剑术，开！见闻剑术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以生命为代价的禁术。听说这见闻禁术一开，要折10年寿命啊！禁术一开，鬼神难敌。这次这个臭扫地的输定了。这是能有玉？你说有玉，我也觉得有玉。臭扫地的，你以为你看不出来便滥竽充数就能逃过众人之眼吗？鬼野前辈先看出有玉，而你却慢了他一步，所以你输了。他只说其中有玉，却没有说是什么玉。这个是石中极品帝王绿。啊！帝王绿，要是真开出帝王绿，那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珍品呐！这小子他怎么看出来的？鬼野，你觉得是什么玉？臭扫地，这次你可是走了眼了。我不惜花费10年寿命，将这块石头看得清清楚楚。这石中有玉，可不是帝王绿，是仅次1等的正阳绿。这块石头开始取玉的话，价值不下1个亿。鬼眼罗，你说这块石头值1个亿？好，那我便出资2个亿买下它，如何？什么？反正你说它只值1个亿，现在由我这个冤大头花2个亿来买它，这不正好让你们大赚1笔？你个臭扫地的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这2亿我玉坊出了。鬼野前辈，你确定没有看错？谁知道？老夫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这一次再看错，我亲手挖下来这只好的招子献给您。好，我就信你。这一次，我要让这个家伙彻底身败名裂。朱天成，这块石头2个亿，我卖给你。小姐，你还真相信那个臭扫地的呀？他就是个寄人篱下的废物，他可是您捡来的。他都赢了2局了，我当然相信他。可是，我信他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信他。臭小子，既然你买下了这块石头，那就现场开石吧。不过咱们的赌局还没结束呢。好，那就如你所愿，开始。老天保佑，可千万不要错了！地狱坊和我，可全都要靠你了。天成，你可一定要对呀！一刀穷，一刀富，这一刀是天堂地狱之分呐！这一刀下去，必将石破天惊，足以载入江城赌石界的手册呀！这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惊心动魄的赌石对决呀！一刀定乾坤，一赌决生死，堪称史诗级的对决呀！帝王绿，真的是帝王绿！天成，你做到了，你拯救了御医坊！我的天哪，
史天成成功了！赌世界要彻底不一样了。帝王绿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开石开出帝王绿，太难以置信了！厉害呀，真是太厉害了！这帝王绿这么大，足以做好几对手镯，这价值最少值5个亿呀！那小子只花了2个亿就买到了这块帝王玉，简直是赌世界的奇迹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居然把价值5个亿的帝王绿卖了2个亿，我不是亏大了？鬼阎罗，你这次又他妈的给我看错了，老子不会饶过你的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可是用了我10年寿命，全心去使用剑纹技术，怎么会看错？给我闭嘴！该死的东西！因为你让老子损失了3个亿，整整3个亿！秦大圣，你亏的可不止3个亿，你还欠我1根手指！你敢越赌服输？今天你必须给我1根手指！说好，来呀，给我捅死他！你别过来！我看秦家大少，你要敢动我1根头发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史天成，你可千万别饶了他！秦大圣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不想要哪根手指，选吧。慢着！我秦家的子弟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侮辱的？大哥，家主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个小子他要断我1根手指啊！家主，大哥，这小子高深莫测，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啊！早叫你勤学苦练，你却当作耳边风。怎么今天付出代价了？小子，你实力不错，敢不敢和我赌石？我已经连赢3场，为何还要赌？因为我有你无法拒绝的条件。臭扫地的，你知道我家家主是谁吗？我秦家家主乃是江湖赌石4派之一，寇石派长老听山翁。妈呀，听山翁跺一跺脚，整个赌世界都要抖3抖的超级高手啊！敲山震石，听声辨玉，寇氏秘术比剑纹秘术更加恐怖，几乎毫无败绩呀！是啊，剑纹派赌石是观察原石皮壳的纹路，而寇氏派是以内力震动石头，以断定其内部是否有玉。如此神技，我以前只听到过传说，没想到今天能够见到寇氏派的绝顶高手。我和鬼眼罗赌，只是为了保护玉坊，保护高小姐。我没兴趣跟你赌。那可不一定，毕竟我知道你父亲死前见的最后1个人是谁。什么？我父亲死前他见了谁？我就拿这个秘密和你赌1场，你赢了我才能知道。好，跟你赌。史天成，你赢就赢了，还赌什么呀？知道自己天下无敌了。小姐，我好不容易赢了鬼眼罗，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听山翁，要不我们劝史天成别赌了吧？这场赌局事关天成父亲的死，我想他是不会拒绝的。这场赌局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就看最后鹿死谁手了。既然你愿意，那我们的赌注就是这块5亿帝王绿，这间御医坊，这位高家小姐，同时还有你的命。我想你不会拒绝吧？这帝王绿是我为高小姐挣来的，这御坊也是高小姐的，而她是属于她自己的。你要赌，我就拿我自己这条命给你赌。可惜喽，你的命太不值钱喽。天成，你父亲的死一直找不到线索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，你可不能轻易放弃。如果
这座玉玉坊能帮你找到线索，你拿去便是。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小姐，你疯了！就为了这一个臭扫地的，你要搭上整个玉玉坊，还有你自己的幸福？若不是他连赢3场，我哪来的幸福可言？这个机会我一定要给他争取。好，庭山翁氏，我就拿帝王绿、玉玉坊、高手剑，还有我这条命跟你赌。好，上元石。这块石头我已心知肚明，石天成，你可看出这里边有什么？你年纪比我长，让你先说。我若先说，你可就没机会了。无妨，你说便是。小子，你太托大了。既然你让我先说，那我就公之于众。这块石头里是紫罗兰。这块石头里是紫罗兰。神啊，真是神啊！当真是翡翠紫罗兰，果然是只有取错的名字，没有叫错的外号。庭山翁果然是庭山翁啊！秦家家主有这等本事，赌石一道，怕是无人能出其右啊！这也太惊人了！寇氏派秘书神秘莫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所言非虚呀！寇氏之术果然天下一绝呀！今日方知，老夫几十年赌石，只不过是井底之蛙。秦家主这寇氏秘术，恐怕连石头的心跳都能听见，实在佩服。我大哥的手段那是神鬼莫测，今日让你们目睹，那是三生有幸。石天成，刚才让你先说你不说，非要在人家高小姐面前装逼，这下好了，我家家主已经看出这个石头是紫罗兰，我看这下你该怎么赢？帝王绿我拿回，玉玉坊归我所有。高小姐，等我今天收了这臭扫地的这条贱命，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入洞房。你们就这么确定这块原石是紫罗兰？你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！石头都已经开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这嘴硬？臭扫地的，我劝你赶紧跪下求饶，或许本少还可以饶你条狗命。臭小子，就你也敢跟我大哥叫板？我大哥可是寇氏派宗师级的人物，经过他耳朵听过的石头都无所遁形。你这狗东西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你还不认命，简直可笑至极。石天成，还以为你是什么英雄，没想到你也是个胡搅蛮缠之辈。这石头是紫罗兰，咱们亲眼所见呀！看你以前那副故作高深的样子，还以为有多大能耐。以后啊，别在江城赌石圈里混了，免得丢人现眼。这寇氏派秘术出神入化，这石头是紫罗兰，已成定局，你还在嘴硬，纯粹是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。别在这自取其辱了，秦少，江城的名流全都在这儿，共同见证您取得胜局。小姐，你看，到头来还是输了。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我们把一切都给赔进去了。这石头还没有开完，天成还没有说。小姐，你真是被这个臭扫地的给灌什么迷魂汤了？到现在你还不肯相信啊？秦家主，你的寇石之术确实神奇，看着和鬼眼一模一样。什么？一模一样？你和他都是学艺不精，半途却也敢妄称宗师，真是不知所谓。这块石头是双生石，外面是紫罗兰，但其内部却藏着另一种玉——龙石种。这简直是闻所未闻！玉中藏玉，龙石种隐于紫罗兰之下。石天成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眼力，拜两位宗师，赌世界怕是要改天换地了。这石头是万中无一的绝品双生石，一山如两虎，一雪藏双龙。我大哥都听不出来，这小子他怎么能看得出来？我的天哪！绝品无双石都出来了！今天这场赌局真是高潮迭起，精彩无比呀！
今天真是开眼了！帝王绿出世，还有绝品双生石狱中藏玉。这石天成年纪轻轻就有这等本事，把鬼眼罗和青山翁都踩在脚下，这赌世界怕是真要变天了呀！这等奇事百年难遇啊！这赌石之道，咱们还像3岁小孩一样可笑啊！妖孽呀！赌世界中无法想象的妖孽呀！连败了鬼眼罗和青山翁，往后这赌石圈子岂不是他的天下了？小姐，他竟然能看出狱中藏玉，我之前还骂他是废物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我说过，天成绝非池中之物。天成，你赢了。我赢了，就代表你输了。秦泽，你欠我一根手指，鬼眼罗欠我一只眼，青山翁欠我一个命。大哥，你快说吧，我可只有一只眼睛啊！家主，这小子真的不好惹，你就快说吧，我不想失去我的手指啊，家主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没想到老夫赌石数十年，竟然不是你个年轻人的对手。罢了，今天是我输了，帝王绿归你，御医坊退给高小姐，秦泽和高小姐的婚事立刻取消。哦，还有你父亲的秘密，我也告诉你，只求你留下我兄弟的眼睛和秦泽的手指头。我要他们的眼睛，手指头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要你告诉我父亲最后一面，他去见了谁？你父亲半年前去了边城，老夫是在大街上偶然看到了他，听到他在不断的和人打听一个叫旧厂街的地下赌石房。我想他的死应该和这间地下赌石房的某个人有关。边城，旧厂街。天成，你真的要去边城？那边藏龙卧虎，龙蛇混杂，听说乱得很。我的童年本来很幸福，我的父亲在我眼里更像神一般存在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失踪，在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。等我再接到他的消息时，他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。找到杀父仇人，是我的执念，也是我的心魔。我必须了解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你陪我去？那你生意怎么办？我可以放弃一切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这次去边城，生死难料。如果我能活着回来，一定娶你为妻。3号车厢，5排6组。哇，这大哥哥可真帅呀！美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下次走路别只顾着看车票，这车站上人多，要是摔着碰着可就麻烦了。嗯，谢谢你大哥哥。哦，对了，我叫苏婉儿。大哥哥，你呢？石天成。哇，大哥，你这个可是难得一见的古玉呀！我玩玉10几年，第一次见这么好的玉呀！大哥，你要是愿意忍痛割爱，我出1万收购这块玉。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传家宝，1万我可不卖。2万，不，3万，3万总行了吧？哎呀，我家老婆子现在在医院，也确实需要钱。
这样，3万我卖给你了。1万、2万，哎呦大哥，我这差1万呢。差这么多，那可不行。美女，帅哥，你看我这着急用钱，你们俩有没有1万？到边城我可以给你们2万。不信我是吧？要不我就把这块古玉先放你们那儿，这总行了吧？大叔，你看我就是个穷学生，像是能拿得起1万块钱的人吗？我真没骗你们。你看这块玉的色泽，你看它的通透度，你再看它的做工，平时10万都买不到。要不是大哥可怜，着急用钱救命。大叔，我真没钱，你还是换个人吧。大哥，你可看到了啊？这是他摔碎的，不关我事啊！你摔碎我的传家宝，你得赔钱3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不是我摔的，是他。你这姑娘真是太年轻了，这种事儿就不能接。摔坏人家的东西，你就等着赔钱吧。3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啊！这事儿跟咱没关系。大哥哥，哦，嘿，摔坏东西你就得赔钱。一块玻璃卖3万。哼，小伙子，这年头当出头鸟可不容易，别乱说话，小心祸从口出。青丝绕玉，烧不断，方为之理。一块破玻璃，只想骗点小姑娘，把这个报应。真没想到，在这火车上还能遇到行家。行家，算不上。不过你们这些微末手段，道上的人物都不好意思再用了，想点新招。小兔崽子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都他妈给我蹲下！打劫！打劫！本想在火车上动手，既然有人强行出头，那就在这儿把你们给劫了。不想刺刀的就给老子老实点，别叫，别喊！我刚才说过了，这出头鸟啊不好当。哎呀，原本啊就是想骗点酒钱而已，可是你搅了我的好事儿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都他妈给我听好了，所有人把身上值钱的全部交出来，动作小点儿，把警察招来，挨个给你们完钱。你说这姑娘被骗就让她被骗，你充什么好人？你把我们都给连累了。就是，遇到这种人真是倒8辈子县民了。各位大哥，是他坏了你的心情，你要抢你就抢他，跟我们没关系啊。大哥，要不然让人有培训一点，你把我们都给放了啊！你们还是人吗？这事儿就是你引起的，东磊。如果当时你要把那玉买下来，那这事儿不就没了吗？臭丫头片子，害死人了！老大，这妞身材不错，长得还更撩人，要不？哎呦，这城里的姑娘就是白。哎，最骨肉，老子就碰，你能咋地呀？我的手！我的手！我的手要折了！老大，你没事吧，老大？你他妈吃了酒瘾包子打了啊？那你就别犯我心狠手了。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1人1万，少1块钱多他一个手指头，他妈算到鸡头上。哎呀，你个天杀的扫把星啊你啊！你说好好的，你出什么头装什么逼呀？都怪你！各位爷，是他多管闲事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可是没钱啊！各位大爷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他瞎了眼多管闲事，我们可没招您惹您呐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搞错？明明是这位大哥哥见义勇为，你们倒好，全都站在劫匪那边。放屁！要不是这小子瞎出头，大哥能为难我们吗？大哥就是想骗点钱，买点酒喝是吧？没想过抢劫我们。就是，本来你们装聋作哑，给点钱，这事不就过去了？非要让我们一起跟着倒霉。我看
就是这小子想在这美女面前耍威风、出风头。各位大哥，你们英明神武，你不要把我们这些无辜的人跟他混为一谈啊！求您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啊！小子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就是见义勇为换来的后果。这世上哪有什么英雄？今天老子就好好给你上一课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我的手断了老子救我的腿！这怎么回事？大哥，这小子是个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，都没见他出拳，咱这俩兄弟就断胳膊断腿了。这小子，这小哥，这兄弟，身手太好。他太厉害了！眨眼间就把这2个凶神恶煞的奸匪给打倒了。咱们今天也算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大哥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赤手空拳就把2个持刀的歹徒给打倒了，这也太猛了吧！你们俩还要继续打劫我吗？哎呀，大侠呀，是我瞎了狗眼，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我以后不敢了，我以后真的不敢了。大哥，我们猪油蒙了心，犯了大错，您大人大量，饶我们这一回。哎呀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们这帮劫匪怎么能是小哥的对手？一只手单挑你们一群，呸！要是没有小哥呀，我们今天就真成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了。真是，小哥，你可真厉害！你这身手就那电影里边那什么黄飞鸿、叶问、方世玉一样。走吧，咱们去下个车厢上车。这里太讨厌了。大哥，我都举手投降了，你就别再打我了吧？谁说要打你了？大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想管，就不打扰你发财了。哎，小哥，别走啊！老二，这大哥到底什么意思？哦，那大哥的意思是让咱们继续，他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不会管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哼，都他妈给我起来！你们一个个的把钱都给老子拿出来！大姐。美女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？大哥哥，你是不是来边城旅游的呀？我从小就是在边城长大的，这里大街小巷我熟得很，不如我带你去玩呀？那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旧厂街的地下赌市场？旧厂街？你知道这个地方？那个地方可去不得，那里全是杀过人、放过火的亡命之徒。据说之前有个倒霉蛋跑进去。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都斗出来了。我们边城有句老话，宁去阎王殿，不去旧厂街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反而觉得更想去了。带我去看看。哎，大哥哥，这边。哎，站住！哪来的新面孔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应该是旧厂街吧？知道这是旧厂街，不知道旧厂街的规矩，哪条道上栽秧了？我是从江城来的，听闻旧厂街有的是福。兄弟我特地来拜拜山头，想在这浴室的江湖里见识见识水头。哼，想进旧厂街这金窝子，可不是嘴上抹蜜就行。按规矩得奉上一块糯种往上的料子，当做买路钱。对，没这硬货就别想进旧厂街半步。真有这规矩？听说要进旧厂街，确实有些古怪规矩，这些都是旧厂街的老大经验精神。两位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此番来得及，没来得及备下这糯种料子，但是我是诚心来结交各位道上好姐的。日后
定将这规矩加倍补上。还请二位行方。废话少说，这金爷定下的规矩谁都不能破，拿不出诺种料子，趁早滚远点。啊，快滚快滚！诺种，好，10分钟，我给你诺种。哼，10分钟，你当这儿遍地都是玉呢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外面地摊上有的是石头，自个儿慢慢找去。天成哥哥，诺种玉石虽然不算珍贵，但想要在这么多原石之中找到，还是挺难的。不如咱们直接买一块诺种玉石好了。直接买那可不是我的风格。再说了，诺种玉石最少也要上千了，我可不想便宜。天成哥哥，你的意思是要以小博大，赌石？对。天成哥哥，赌石十有9骗。现在哪怕是老坑的原石，造假手段也是层出不穷，多少行家都折在了上面。我爸沉迷赌石3年了，把家产都赌得一干二净。我恨死赌石！赌石这玩意儿就是骗人的。赌石的确害人，但不会害我。可是现在市场上玉石这么多，想在这么多玉石里面找一块诺种玉石，如同大海捞针。如果你要赌石的话，搞不好到最后花的钱比买一块还多。放心吧。大哥哥，你看出什么门道没？先看看再说吧。苏天海，你确定要开这块原石？对，就这块，就要这块，赶紧给我切开！本大爷翻本的时候到了。苏天海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赌性太大了，赌了3年，输得倾家荡产，我都不好意思挣你钱了。哎，你少给我废话！你是不想本大爷挣钱翻本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次我看好了。这块就是正阳绿的料子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要赌，那我就管不了了。我现在就给你切开。黑雾沙中莽松花，一刀下去，他笑哈哈。放心的切。我爸又来赌石了。爸，你不是答应我不赌石了吗？怎么还赌？反正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懂啊！爸这次是孤注一掷，但必定翻身。等这块石头开出绿，挣了大钱，爸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住大房子，开好车，你要什么给你什么。爸，你都赌了3年了，我们家的房子，我的学费全都被你赌光了，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呢？婉儿，你放心。这次一定不会了。你选的这块料子，依我看，开不出绿。呸呸呸呸呸！你个臭小子，少打这个乌鸦嘴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赌了3年了，交了无数的学费，现在就是我赌石神功大成、挣大钱的时候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块石头我研究了好久了啊，不管是皮壳、蟒带还是松花，样样符合，包出绿。苏天海，哎，开好了，自己看吧。不是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没绿啊？这个爸，又输了。完了，我又输这个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了，不要赌了，不要赌了。我们整个家都要被你赌进去了。凡儿，我就是想着我能赢一次，把我以前输的都赢回来，好让咱们这个家能过上好日子。你这就是赌徒心理，结果呢，家里欠了一屁股债，你还在这越陷越深。说吧，你这次又借了多少？1万，还好，是爸，你疯了吗？我们整个家都穷得叮当响，你一输就是输，我看我们可怎么活？我闪开点！
苏天海，钱准备的咋样了？今天再不还钱，可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大哥，我真的拿不出来了，我就场这二当家金二爷的钱你都敢欠，你活腻了是不是？我最后赌一把，要是出狱了，我把钱就先还给你们，剩下不够的我打工慢慢还你们。就100块还想赌？要是没出狱咋办？没出我命赔给你们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哎，欠个几万块钱还不至于闹出人命。苏天海，你的命我没兴趣。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你选一块，如果要是赌中了，钱可以晚点还。但要是没赌中，你家的房子可就是我的了。好，我赌了。啊！不能赌，我和我妈就这一套房子了。要是赌输了，我和我妈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信妈这一次一定中。妈，你别再赌了。赌徒就是这样。不赌到身无分文、身背巨债，是永远都不会轻生。这块石头开不打。你怎么知道开不打？你要是信我，就别选这块。啊，你会赌石对不对？你说我刚才选的那块石头开不出绿来，结果它就没有绿。小兄弟，帮帮我，帮我选一块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就帮你这一次，二爷，我帮他选块石头，行不行？你他妈算哪根葱啊？这事儿轮得到你插手吗？哎，你帮他赌没问题，但条件一样，你只能选出一块石头。要是赌中，今儿这事儿就算了，但帮人出头也得有代价。你要是输了，我输了，这石头我当场吃掉。苏天海欠你多少钱？全送。小兄弟，二爷可开不得玩笑啊！你要是赌输了，他真的让你把石头给吃下去。放心，我自有把握。好，小伙子够爽快，二爷我欣赏你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小子，别说二爷我没提醒你，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二爷，这开出的玉，要是价值超过100万，怎么说？我这地摊上你能开出100万的玉，那他妈比中彩票还难。你要是真能开出来，二爷我今天不但分文不取，苏天海的账也他妈一笔勾销。好，就等你这句话。你就选这块？对。我就选这块。哎呦我操！哎，你选这块？哎，瞅瞅这料子，要皮壳没皮壳，要松花没松花。你小子是被糊了眼，还是脑子进水了？这破石头能他妈开出玉？就这块破石头，要是能开出玉，我当场把脑袋拧下来，给你当头踢。赌石，你们不懂，我不懂。二爷，我这双招子在赌石圈里摸爬滚打几十年，我还能看错？就这块料子，他要是能开出100万的玉，哎，我把这摊子给收村了。小子，别犯傻，就你这眼力，想开出100万级的玉石，你是来这儿白日做梦的吗？小兄弟，二爷都说这块开不出东西来，你要不要再看看，再选一块？天成哥哥，这事可不是开玩笑。还是得慎重。年轻人，这块石头虽然出的老坑，但凭我多年的经验，根本不会出玉。你和金二爷打赌，要是输了，这块石头你可得吃下去啊。不过这么大的石头，你可吃不下去啊。石头我是不会吃的，倒是想看看二爷是怎么把这摊子给吃的。开始。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摊主，开始。我倒要看看。是他生吞石头，还是我吃了这摊子？好。
根本不会。兄弟们，有玉！有玉？这不可能吧？我的天！我真没有想到，我的摊子上还藏着这么一块美玉！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玉啊？冰种飘兰花翡翠，冰种质地清透，飘兰花灵动鲜活，色正且韵足，这品质绝对在100万以上。这小子随便一选就是100万级的玉石。他不会是4大斗山的超级高手吧？嘿呀，小兄弟，你随便选一块就能开出冰种翡翠来，你这是什么逆天的运气呀？我凭的是实力，不是运气。爸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，赌了3年，连人家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这他妈赌了半辈子的石头，也没赌过这么好的玉石啊！女儿啊，你这是从哪拐了个绝世高手回来啊？天成哥哥救过我的命。好好好，还是女儿你的眼光好啊！二爷，这冰种翡翠价值最少过100万，咱们的赌局高手，高手！我金二今天算是遇到真正的高手了，我认输，除了苏天海的赌债一笔勾销。我他妈不欠钱了，我终于不欠钱了，我太好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兄弟，我刚才吞摊子这赌约，哎，二爷大方，我也大方，吞摊子就是上摊，当不了真。好，小兄弟够意思。哎，女儿，这小兄弟绝非常人，你可得把握住机会啊！什么机会？哎呀，你没问问他有没有对象啊？啊！哎，我懂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这么年轻还没对象吧？我已经有。哎，有了也没关系，你要不介意的话，多一个也是可以的。我女儿，边城第1大美女。爸，这么多人看着你，瞎说什么呀？小兄弟，在边城很久没有遇见像你这么年轻的赌石高手了，有没有兴趣去我旧场街的赌石场玩一玩？正有此意。嘿，二爷，你又回来了。嗯。哎，小子，你刚才不是来过吗？不是和你说了要个糯种的料子才能进旧场街？你耳朵聋了？10分钟可早就过去了，只会吹牛逼，手里面没料子就别来沾边，赶紧滚！你们俩确定不让我进？就你这德行，还想进旧场街？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，别让老子动手赶你们！连个糯种都拿不出来的穷逼，赶紧滚蛋！要是敢在这儿捣乱，有你苦头吃！哎，你两个瞎脸的狗东西！这位是我请过来的贵客，你们也敢来？不想在这混了！二爷，他是您的贵客，我不知道啊，这。现在知道了，赶紧道歉。啊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贵客您请进，兄弟，这俩看门的有眼无珠，您别介意，里边请。这小子什么来头啊？竟然二爷如此看重。是啊，刚才连个糯种都拿不出来，这才一会儿功夫就成二爷的贵客了，这也太神了。小兄弟，咱们这个旧场街啊，说白了就是一个中介，各种极难分辨或极具价值的玉石才能摆上我的货架进行交易。我呢，就是保证买卖双方能在我这儿安安心心的做生意。二爷，我向你打听个人，之前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石凌峰的人？石凌峰？二爷，你见过石凌峰？见过，我见过石凌峰，那可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深的赌石之人。他之前来到边城，在我这旧场街技压群雄，那双眼如同火眼金睛，没有任何一块玉石能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。哎，对，我也听说过，之前啊可是搅动着赌石界万千风云，在这边城被尊称为石圣、轰动一时的神仙人物啊！天成哥哥，石凌峰是你家人吗？他是我父亲。我的天哪！不是，原来你就是石圣石凌峰的儿子，
厉害啊！哟，这是老天开眼呀！我可算是捡到宝了。这石中玉我没挖到，可这人中龙我却找到了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二爷，我父亲来您这之后就突然不知所踪，你知道他最后见了谁，或者去了哪吗？当时你父亲闯出十圣之名，就是为了见到这旧场街另外一个神人，外号石痴。石痴？对，石痴。那家伙本是一个缅族人，出生就在老坑，从小就在无数原石之中打滚。平常人赌石靠眼力，靠经验，而他不同，他能跟石头对话。和石头对话？石头也不能张嘴，怎么和他对话呀？平常人赌石靠眼睛看，他却闭着眼睛在石头上拍拍打打，摸来摸去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原来这个缅族人还是个切脉派的高手。切脉派，赌石四脉中的切脉派。天哪，我还以为这赌石四脉中的人物都是传说中的呢。二爷，我父亲要见这石痴是为什么？这个我就不知道，或许你应该去问问石痴本人，他到底跟你父亲说了些什么。石痴在哪？在那儿。前辈，石痴前辈。晶儿，没看见我在睡午觉吗？你吵什么吵？再吵我睡觉，老夫就一手都砸你脑门上！兄弟，这前辈脾气有点古怪，要不然咱们等他睡醒了再来。二爷，你看这块石头啊，皮壳干涩，一点表象都没有。他别说出绿了，就算能出一块完整的石头，我估计都难吧。这老头还当宝贝一样把它摆在这儿，真是。你说什么？这是废料！你什么水平啊？敢在老夫面前班门弄斧？这块石头，可是老夫跑了大半个老坑场口，好不容易寻到的宝贝。宝贝？我看就是块废料。赌石讲究的是什么？皮壳、蟒带、松花。你这块石头哪项它达标了？哼！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赌石之道，变化万千。其实你这种只懂得皮毛的小子，能看透的。这块石头表面看似普通，可它的皮革紧致，重量超乎寻常。行家一看就知道，里面大有文章。石痴前辈说的是，这石头里面有一块极品福禄寿。这石头里面有一块极品福禄寿。福禄寿？那是什么呀？极品福禄寿？这怎么可能？就这块其貌不扬的石头？传说中的福禄寿是集绿、红、紫三色为一体，象征着福禄寿三星高照，极为罕见。在赌石圈混了这么多年，就算是帝王绿，我也亲眼见过几回。倒是这极品的福禄寿，我还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啊！石痴前辈，您这块收藏堪称是一绝，我看在整个边城，这石头都能当第一。好小子，你的眼力啊，可真不错，能看出我这块石头是福禄寿的。半年前也只有石圣、石凌峰，你小子怎么和石凌峰长得有些像？石凌峰是我父亲。你是石凌峰的儿子，怪不得赌石如此厉害。石痴前辈，我只想知道我父亲之前跟您说过些什么。凭什么你问我就得打呀？我心情好的时候或许会考虑，现在嘛没门儿。石痴前辈，烦死了！别打扰我睡觉，快滚，快滚！哎，我说你这老头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人家千里迢迢的来，你怎么连句话都不肯说呢？管天管地，还管老子睡觉放屁！老
子就不说，你咬我呀？你不说是吧？好，哎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诗诗这老头卖的全是假货啊，一点绿都出不来啊！你还不起来是吧？嘿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这个老骗子啊，他不仅骗得我亏了几十万，他今天要不给我个说法，我跟他没完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嘿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这个老骗子他不仅骗了我的钱啊，他还觊觎我的女儿啊！啊，快进棺材的老色鬼！我女儿才20多岁呀，你就要娶她呀你？爸，在说什么呀？这不是在帮着石天成吗？哎呦，大家快给评评理吧！这色老头他要骗走我年幼的女儿哦！闭嘴！你瞎嚷嚷什么？石天成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。当年你父亲可是找了一块比我这极品福禄寿还要好的帝王绿过来，我才和他说话的。现在轮上你也是一样，有本事你也找一块比我这福禄寿更好的石头过来。要是找不到，趁早滚远点，别来烦我。比极品福禄寿更好的石头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让我们去哪儿找啊？我看你这老色鬼啊，他就是不安好心。条件我开好了，做不到那是你们没本事，和我没关系。石之前辈，能不能看在我们……闭嘴！我可不想被你爸再说成什么色老头。比福禄寿更好的翡翠玉石，就只有帝王绿了。可帝王绿可遇不可求，或许还有机会。1年1度的赌石大会，今天就在缅部的老坑举行。只要有眼力，那里全都是奇珍异宝。好，咱们就去缅部找一块帝王绿。虽然是缅部，但这装修风格也是顶级奢华的。这缅部虽穷，但这老坑地区啊，有的是亿万富翁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靠着翡翠玉石啊赚了大钱。哎呀，所以说啊，这里的装修啊和国内差不多，也是个纸醉金迷之地。走吧。哎呀，刘少，这就是缅部1年1度举办的赌石大会，会有不少的绝世奇珍。我这次过来可不想买什么普通原石。哎，是，以刘少的实力，自然是要买最好的玉，买上他几块帝王绿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你说的是谁？哦，哎呀，刘少，原本以为您今天过来呢，什么玉都躲不开您的法眼，可没想到有个高手在这儿。高手？有多高啊？啊，刘少，喏，那个家伙他叫石天成，一身赌石之术神乎其技，就连鬼眼罗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鬼眼罗那点微弱本事根本入不了本少的法眼。你所说的高手赢了他，不值吹嘘。哎，刘少的灵诀秘术天下无双，石天成那个家伙自然不是刘少您的对手。不过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毕竟石天成这个家伙诡计多端，在赌石方面从无败绩。我看刘少您还是稍稍的避其锋芒为好。我避他锋芒？他有什么资格让我避他？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少本事。天成哥哥，那边有个人一直在看你，好像有点不怀好意。没事，以前的手下败将嘛。欢迎各位贵宾莅临，缅部1年1度的赌石大会再一次和大家见面了。各位来宾，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1号原石，它开采自
缅甸的老河口矿区，它皮壳紧致，蟒带清晰，极有可能开出更高品质的翡翠，起拍价1000万。原来那位还是个灵绝派的高手。灵绝派，天真哥哥，灵绝派是什么呀？嘿，圆圆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灵绝派啊，是赌石4派中最神秘的一派，他们呀有特殊的能力，能感受万物的气气，借此啊能摸清楚石料中玉石的情况。灵绝派的高手啊，通过气感受原石，就能判定玉石的品质还有位置，百试百灵。哇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玻璃种正阳绿，5000万以下拿到都大赚。龙印刘少出价1000万，龙印刘少出价1000万。这么快就看好了？我看这块石头也不错，出价1500万。刘少出价2000万，2500万。居然还有人敢跟刘少抢宝贝！3000万。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了？石天成，秦泽说你一身赌石之技神乎其神，怎么，你看不出这块原石的价值？哼，我看得出又如何？看不出又如何？石天成，之前你圣武鬼眼罗和我爸的确是你技高一筹，但是今天在龙影刘少面前，你的那些赌石之术不过是班门弄斧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哎，我说现在是赌石大会，凭的是眼力和财力，你们在那装什么呀？装？我有必要在你们这些废物面前装吗？你们骂谁废物呢？这儿是赌石大会，谁看不出原石的价值？当然是谁拿不出钱，谁就是废物喽。天成啊，咱们只需要找一块比福禄寿更好的帝王绿就行。二爷只借给咱们1个亿，咱没必要跟他们斗气。我知道，我是不会上他们的当。3000万1次，3000万2次，30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刘少拍得1号原石。果然啊，就是个银样蜡枪头，中看不中用。石天成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一块玻璃种正阳绿，价值也就5、6千万，还不值得我出手。这小子居然也能猜到这是玻璃种正阳绿，而且他也说这个原石价值5、6千万，跟刘少您说的一模一样啊。倒是有些意思，不过他就算看出来又怎么样？又没有胆子加价。也是，就算他能看出来，又能怎么样？赌石大会上的石头，那都是1分价钱1分货，没钱就别想捡漏。各位贵宾，这是本次拍卖大会的第2块原石，它开采自缅甸乌鲁河矿区的核心地带，它皮革紧致细腻，蟒带蜿蜒，松花分布均匀，极有可能开出帝王绿，起拍价3000万。天真哥哥，只要拿下这个，就能让石狮开口了。帝王绿是帝王绿，可是玉石之中的雾气太重，严重影响品质。这块石头最多也就值8000万，还是比不上石狮的那块福禄寿。刘少，您看的怎么样？的确是帝王绿，不过是帝王绿中最低的一级，了不起8000万左右。8000！要照这样说的话，起拍价才3000万，咱就算是7000万入手，也能赚他1000万。我们现在就把它拿下。
刘少报价3000万。不是你们举啊？哎，你们举啊，怎么不举牌了呢？老头儿，在这个世上就没有比刘少更厉害的赌石高手。刘少看得出来，他们可看不出来。他们得意什么呀？不想让他们这么得意，那我们就顶他几手。边城苏家出价1000万，边城苏家出价5000万。哟，敢和我抢东西了啊？这小子想要，怎么偏不让他得逞？刘店长，你在赌石方面确实挺有眼力劲，但是今天可不光靠眼力这么简单，还得靠钱。在这儿，有钱才是大爷。刘少出价5500万。店长，咱手里的钱没那么多，要是买了这块料子的话，那待会儿更好的帝王绿，那咱们就没希望了。是啊，天成哥哥，我们没必要跟他们斗气，还是留着钱买更好的吧。刘景玉的灵觉秘术很强，他必然能看出来这块石头价值8000万，所以咱们把价格顶到7500万，这样他们赚500万，他们也肯定会买。我明白了，咱们只喊价不拿下，让他们搭出去，就算他们拿下了，也挣不了多少钱。正确。嘿嘿，这个我在行啊。6000万，6500万，7000万。这位贵宾，您怎么自己给自己加价？怎么，我自己给自己加价不行啊？可以可以。现在这位贵宾出价7000万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刘少，你跟在名义上，他们要就给他们7500万。这位先生，您还加价不加？当然，我当然不出了。他们喜欢，那就让给他们了。7500万第一次，7500万第二次，7500万第三次。成交，这块原石归刘少所有。明明5000万就可以拿下的玉石，现在却花了7500万。该死的石天成，一下子坑苦了我们2500万。石天成，老子记住你了。这招是真够绝啊，就跟算卦一样，一下就把他们拿捏得死死的。天成哥哥，今天实在是太解气了，看他们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就知道他们心里憋屈死了。之前他们还耀武扬威来着，现在被咱们摆了一道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不是刘少，咱们就这样被当众打脸？等到赌石结束之后，我会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人世间。各位贵宾，接下来即将震撼登场的是本次赌石大会当之无愧的镇会之宝，它开采于缅甸乌鲁河矿区核心地带的最深处，一经出土便震惊整个缅甸的超级原石。这块原石经数十位专家评估，极有可能开出更高品质的帝王绿，起拍价5000万。帝王心，竟然是帝王心！这绝非是普通的帝王绿，而是传说中可遇不可求的帝王心翡翠。帝王心，听这名字就知道，这绝对是翡翠顶级中的顶级。是的，帝王绿也有品质之分，最差的就是刚才那位帝王物，然后是第2级的帝王焰，而最高品质的帝王绿便是这帝王心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帝王心，帝王心，这翡翠出世，那不得被无数超级富豪抢破了头啊！世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块普通的帝王绿，但我却能够看破它的真身。这块原石，哪怕是10个亿拿下，也可以大赚特赚。对。可是刘少，咱们现在手头上的资金就剩3个亿了。其他人都是土鸡瓦狗，根本不足为虑。就是这该死的石天成，有可能会和我们抢。哎，店长，如果真是帝王心的话，那这价值多少？要是做成手镯卖出，最起码15亿以上。15？不是，那这是10个亿拿下，这也赚呐。但现在钱不是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秦泽和刘少肯定不会轻易的将这块原石让出。各位贵宾，可以出价了，5000万，6000万，7000万，8000万，9000万，1个亿。爸，你别乱报价呀，咱们手上一共只有1个亿。爸这是在虚张声势，咱们虽说只有1个亿，必须强装有实力才能唬住他们。刘少，你看这。真当我刘锦玉是被吓大的？1亿1000万，2亿，3亿！我的天哪，他们疯了吗？自己给自己抬价，果然是财大气粗，一个帝王绿都拍到3亿，我还是不掺和了。咱没吓住他，他把咱吓住；咱没吓住他，他把咱吓住。3亿第一次。哟。这某些人刚才不是还气势汹汹的吗？怎么现在变成哑巴了？就这点家底，还好意思出来跟刘少抢宝贝？石天成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呢，原来也只会虚张声势，真的是让我好生失望啊！天成哥哥，怎么办？这价值15亿的帝王心要被刘少他们3个亿拿走了。怎么办啊？咱就1个亿，怎么和他们争啊？3亿第2次。石天成，不会吧？3个亿都拿不出来？哎，你刚才不是很拽很嚣张吗？怎么关键时刻连区3个亿都拿不出来？真是笑死人了！刚才耍小聪明摆了我一道又如何？现在面对着真正的宝贝，我刘锦玉让你干瞪眼，你就只能干瞪眼。我为石天成出资3亿5000万。高玉，你居然出3亿5000万！怎么，秦少你没钱吗？你既然拿不出钱，那就早点回去。这块原石只属于石天成，不属于你。高玉，你别得意，咱们走着瞧。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呀，以后不许再偷偷跑了。天涯海角，我只想跟着你。3亿5000万第1次，3亿5000万第2次，3亿5000万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石天成石先生拍打3号原石。玉儿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谢什么？我的不就是你的？咱们2个之间还需要说谢字啊？就是最亲近的人，该谢还是得谢。既然原石已经到手了，那咱们赶紧回旧城街去找石吃。婉儿，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，但感情这事儿吧，不能只争一时，得往前看。爸，天成哥哥
哥心里面只有高玉，我是不是没机会了？怎么会没有机会呢？感情这事儿谁能预料得到啊？对不对？爸爸相信，以你的魅力，一定能赢过高玉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下。天成哥哥，我一定不会放弃的。石天成、秦泽、刘景玉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你们想干什么呀？石天成，你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等着你吗？拍卖会上让你抢尽了风头，还让你抢走了刘少看上的帝王新原石，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。哼，在赌石上，或许我们不分伯仲，但要是论人多，我可是多过你呀！啊？怎么，想仗着人多欺负人少？我们就是人多欺负人少，怎么着？今天谁他妈也救不了你！动手！操操！谁敢在我旧场间动手？操操！谁敢在我旧场间动手？跪下！哎呀，秦二爷，这什么大风把您老的大驾给吹过来了呀？秦泽、刘锦玉，你俩好大的斗胆，敢在我旧场街撒野，当我二爷不存在吗？秦二爷，误会，不对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们只是找石天成聊聊，没别的事儿啊。哎，对，秦二爷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！聊聊，哎，拿着这些棍棍棒棒过来聊，把二爷我当3岁小孩了是吧？告诉你们，石天成拿到的这块帝王新原石，二爷我可占3成。什么？这石头，二爷您也有份儿？怎么着？我金二的东西也敢抢？哎，不敢！我们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抢您老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天成，这事儿你怎么说？天成，这次可不能轻饶了他们。秦泽，上次看在你爸的面子上，我饶你一命，没要你那根手指。你不但不悔改，还敢带人来堵我，让你对我指指点点，这就是我的不对。二爷，麻烦你折他2根手指，让他长记性。二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。二爷，我的手指，二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吧。天成，这刘锦玉怎么处理？随便打断2条腿吧，我不想和他多说话，看着就恶心。二爷，给我打！二爷，错了，再也不敢来中堂街了。天哪！这，我从来没看到过如此完美的玉石啊！我能感觉到它在跳动，它在脉搏。帝王心，真正的帝王心，粉碎剑中至高无上的存在呀！只是前辈，这块帝王心应该比您的福禄寿要强的吧？当然，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呀！按照之前的约定，你应该告诉我父亲去哪了。你真的想知道？对，我一定要知道。鬼门关前3重雪，不及刀尖半寸霜。当年你父亲赌石天下无敌，未与高手切磋，便去找了我师父一刀仙。 60年前，一场赌石赢下整个帕敢皇军，成为帕敢的幕后皇帝。40年前，又一刀切出世界上最大的帝王令，豪赚100亿。30年前，却又散尽家财，躲入深山，从而隐居的赌石第一人一刀仙。
听说近30年来，历任被尊称为赌石第一的高手都去找过他，可是回来之后，却个个都死于非命。难道是一刀线将他们都杀了？不，绝不可能！我师父30年前就淡泊名利，隐居深山，他为何要杀掉历任赌石第一？看来只有我亲自去问问，才能知道答案。师父，这位石天成石先生找你。1年前到我这里的石林峰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父亲。当初他赌石之术出凡入圣，便想找我一战，不料却败在我的手下。我知道，他回去之后口吐鲜血，横死街头，这都是你害的。今天我小妹我父亲和您一赌。你是天下赌石第一吗？对呀，天成就是天下第一呀！前不久啊，他还开出了帝王绿之中的最顶级帝王之心。天成哥哥若不是天下第一，那这天下就没有人是。好，我就喜欢和天下第一对赌。既然是赌，那赌注是什么？石天成，你如果能看出这块石头里是什么玉，我便把我名下整个帕敢矿区给你。这整个帕敢矿区，我的天哪！仅去年1年，帕敢矿区运往全球各地的翡翠毛料交易总额就高达680亿，占据缅部矿区翡翠交易额的60%啊！哎呀，控制了帕敢矿区，那就等于控制了从原石开采再到制作和交易的整个流程啊！近2年翡翠市场持续回暖，未来5年帕敢矿区有望突破10000亿啊！那不是说，整个翡翠世界都要看天成的眼色行事？天成哥哥，这真是太好了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赢的。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如果看不出这块石头里是什么玉，你们所有人的命就都要给我；如果看不出这块石头里是什么玉，你们所有人的命就都要给我。易道仙前辈，您这玩笑可开大了呀！对呀，我们是来赌石的，又不是来赌命的。再者说了，你还赌我们这么多人的命？赌石向来都是强者通吃。石天成，要么今天你就把我价值10000亿的帕敢矿区赢走，要么你们所有人都变成翡翠的原料，死在这儿。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登天，或者不归路，一切都看你们自己的了。石天成，你要是不敢赌，哼，那就滚吧。这不是报复就是死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个，天成哥哥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赢的。我的命，我交给你。天成，为你父亲报仇是你的执念心魔，今天就彻底解决掉它。哎，赌了，老子这条命可值不到10000亿。天成兄弟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行。既然你也要赌啊！这世上再也没有第2次机会能得到整个帕敢矿区，那可是价值10000亿呀！不是，你赌，你们都赌啊？那我也赌吧，大不了加上我这条命嘛。好，我跟你赌。
一炷香之内，你要告诉我，这块石头里是什么玉？一炷香之内，你要告诉我，这块石头里是什么玉？天成，这石头皮壳紧致，网带走向清晰，按理说应该有绿，但我注意到这个网带上有许多细小的柳裂，应该会把绿色给破坏掉，所以我猜这应该是糯种飘绿，而且品质不会太高。糯种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场比试关乎到上万亿的超级赌局，怎么能拿行业中最次的糯种来赌呢？我赌这是墨翠。你们看，这石头表面这几处隐隐泛黑，这就是墨翠皮壳常有的表现。这要是切出满色的墨翠，那价值丝毫不输帝王绿的。不对，金二爷，您可别被赌局吓破了胆子。这皮革的表现明明就是糯种。糯种？那太冒险了。咱们要是输了，我们几个人小命都得搭在这儿。依我看，这最低也是块墨翠，市场价值起码得超1000万。我觉得金二爷说的对。一刀仙拿出这块石头来做这么大的赌局，那肯定是一块价值极高的料子。可再看这个皮壳的表现，墨翠的可能性很大。金二爷，您可别陷入误区，咱们赌的是石，这石头从皮壳来看就是糯种。不是，你别光看那边的皮壳啊，你看看这几处，这个就是个墨翠。哎，你们看这皮壳上的选呈块状分布，有可能是龙石中翡翠呀！大家都别乱猜了，天成哥哥还没说话呢，别自己人乱了阵脚。对，哎，天成，你看出什么来了没？这块石头不是糯种，也不是墨翠，更不是龙石种，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不是，这，天成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这石头皮壳紧致，蟒带松花一应俱全，再怎么样也是个糯种，怎么可能是普通的石头？这也不符合赌石的常理呀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刀仙他怎么可能会用一块普通的石头来设这么大一个赌局？他可是赌石界的传奇，有多少天下第一都败在他手里。这绝不会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啊，对，天成，咱可不能开玩笑啊！我们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你手里头了，你再好好看看是不是遗漏了什么关键线索。天成哥哥，会不会是一刀仙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，掩盖了石头的真实品质？这赌局实在是太蹊跷了，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。石天成，你快点看，时间可不多了。一刀登天路，一刀不归路。石天成，所有人的命都在你的手上，是成为亿万富翁，还是命丧当场，就在这一赌。30年前，您散尽家产，隐居深山，为何？我猜，你是看透了赌石圈的名利纷争，急流勇退，能在最辉煌的时候放下一切。就这份心境，有几人能做到？赌石分3境，下赌赌石皮，中赌赌技艺，而上赌赌本性。真正的赌石，赌的是人心。你有亿万财富和身家性命，造成无穷的压力，让心怀执念的赌石者做出错误的判断。然而，悬崖亦可勒马，浪子也能回头。这局我不赌了，我不赌了。不赌了？
你疯了吧？那可是整个帕敢矿区啊！你就这么拱手放弃了啊？哎，一刀仙他设这个赌局，说不定就是在测试你的胆识。你现在认输，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对呀，他不能不赌啊！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他万一咱要是赌赢了，那下半辈子不愁吃喝。你要是现在放弃，那就太窝囊了。你要是不赌，他们都要死在这儿。你真的不赌了？我不赌了。可是不赌就得死。前辈，这场赌局是我主动退出不赌的，我愿用自己的性命来承担后果。我只恳请前辈能高抬贵手，饶过我这些朋友。天成，终于有人悟到了我设这个赌局的道理。之前那些所谓天下第一的，他们太骄傲了，眼高于顶，他们悟不出悬崖勒马、不赌为赢的道理。这块是迷心石，你想它是什么样，它就会表现什么样。无论你怎么猜，都会是错的。迷心石，这是迷心石。哎，我可听说，当赌师者凝视着迷心石之时，它就会贴合赌师者的心境，呈现出相应的石头特征。就算是神仙，都难免会被它迷惑。天成，还好你没赌，要不然才是真的输了。石天成，面对1亿万财富和生命威胁，你是第一个能守住本心的人。你父亲他接受不了失败，他被活活气死了。我真的没有杀他。我明白，赌世界的明争暗斗，你死我活，让多少赌徒迷失了自我。我现在才真正理解，不赌方为赢。好，这场赌局你赢了，我信守承诺，把整个帕敢矿区送给你。哎！